这也是很多汉族朋友给卓玛说自己喝了酥油茶拉肚子的原因。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讲讲酥油茶。Hello， 大家看不上多边眼看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卓玛。今天呢，我和妈妈一起挤牛奶，然后做了西藏的特色美食酥油，还有奶渣。酥油呢，是我们藏民族的生活中呢是必不可少的。酥油的主要用途就是做茶，做我们藏的特色饮品酥油茶。在我们这里呢，酥油茶呢是每天我们必须要喝的饮品，至少每天要喝2壶。让我们动手做一壶酥油茶。第一步呢，我们要做砖茶水。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茶叶呢？把水把它煮开，然后水的颜色完全变那种砖茶水的颜色以后，然后过滤就可以了。这些呢是我准备做酥油茶的设备，这个呢是酥油打茶机，这个是酥油，然后这个是砖茶水。现在我们先做个酥油茶，茶机里面放酥油。放盐巴，加砖茶，加开水，原料凑齐，经过搅拌后，现在茶已经做完了，做完之后呢是一个这个样子，白色的泡沫。现在我们把它倒到这个壶里面，味道还是非常香的。摇一下。这是我喝茶的木碗。酥油茶最早起源于1000多年前，是藏族朋友传承了1000年的美食，也是待人待客的必备饮品。酥油茶属于脂肪类的食物，但是我们藏族朋友却很少有放子，因为酥油茶最好的功效就是溶解脂肪，帮助消化。茶下去了。市场上面喝的有啥区别？感觉家里的更香一点吧。对，一定程度上，酥油茶属于乳制品，也是一部分人对乳制品不耐受，所以会导致拉肚子。就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喝牛奶也会拉肚子，但是酥油茶并非完全是乳制品，大部分拉肚子的情况都是因为之前没有喝过，肠胃没有适应。很多外地朋友他们都说酥油茶喝不惯，有一股腥味儿，可能是那个酥油的那股腥味儿吧，因为那个是牛奶做的嘛，然后应该是牛奶的那股腥味。但是如果你喝惯了，你觉得绝对会是好茶。酥油茶的功效非常多，除了助消化，还能生津止渴。在干燥的青藏高原，每天来几杯酥油茶可以防止皮肤开裂。除此之外，在高海拔的青藏高原，几杯酥油茶也可以缓解高原反应，让自己的身体也能暖和起来。酥油茶对身体的好处有很多，尤其是到了西藏，几乎当地的人招待客人必须要有的饮品。以前的话呢，我们就没有专门的刚刚那种酥油打茶机，我们都是手动打的。随着打茶机的诞生，就发现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就越来越好。什么时候想喝酥油茶都随时都可以。其实酥油茶第一次喝可能是喝不习惯，但是时间长了就习惯了，尤其是针对高原反应，最好的喝上2口，对身体不舒服有所缓解。也可以试试甜茶，和阿萨姆奶茶差不多。酥油茶跟甜茶的区别甜茶里面加的是这个，就是这种全脂奶粉，然后是加糖，还有加砖茶水。酥油茶呢是咸的，要加盐巴的，然后甜茶是里面要加白砂糖的。感谢大家的关注，下期视频更精彩。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Hello， 大家看3个周边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卓玛。我现在准备去卫丧，可能很多朋友都在电视或者在视频上可能会看到过，尤其是去过拉萨的和在大昭寺的广场上，还有布达拉宫，还有很多人在那卫丧的。煨桑是藏区传统的礼俗，这个就是煨桑炉。卫丧起源于西藏古享松文化时期，距今已经超过了3000多年的历史，是藏区盛行的一种传统礼仪。
在藏区各地有人烟的地方就有桑烟，就能看到卫丧炉。我们进行用松柏燃起桑烟，然后进行卫丧，然后加酥油，还有糌粑，还有青稞酒。丧本意为清洗、消除、驱除等净化之意。在《藏族文化发展史》这本书里面记载，卫丧最初是部分的男子出征或狩猎回来，首领、长者和妇女儿童会在宅族外面的郊野燃一堆柏树枝和香草，并不断地向出征者身上洒水，用烟和水除掉因战争或者其他原因感染上的污秽之气。来自藏区的文化礼仪会一直传承下去。在我视频底下，好多朋友都问我，你们藏族人挂的那些五色的彩旗是什么？不是彩旗，而是经幡。经幡也是藏区最重要的文化。看到我后面的这些经幡了没有？经幡就是外地朋友所看到的五色旗，在国内的所有藏区中很常见，也分布于尼泊尔等地。经幡也叫做风马旗，起源于公元12世纪，是西藏古老的文化，也就是当地人的信仰，拥有非常浓厚的民族文化。经幡是由5个颜色组成的，可以看到是5个色。经幡一共有5种颜色，分别是蓝色、白色、红色、绿色、黄色。经幡的颜色是固定的，不能随意变换。颜色的排列也是严格规定，因为经幡的寓意很明确，并不是为了美化环境，而是祈求福运。经幡是藏区人的精神寄托，一直从几千年就传承至今，旗上刻满经文和精神的奉告。它这个5种颜色代表着蓝色的蓝天，白色的白云，还有红色的火焰，绿色的湖水，黄色的大地。这5种颜色呢，我们藏族人认为就是这个世界组成的5种元素，相当于就是金木水火土差不多。经幡像道道彩虹装点着圣洁的灵魂，绝域净土，像片片五彩雪花，打破着藏民族特有的精神风韵，也向人们展示着世界屋脊独特的人文景观。经幡是我们举在头顶上的信仰，如果大家到西藏旅行时遇到经幡，千万不要踩过去或者跨过去，需要把经幡抬起来，然后从下面穿过去。经幡随风飘扬，我们送去的祈祷会带向远方。晚安西藏。